觉得就美军来讲，也不见得能够占到便宜。虽然说它可以将伊朗打到元气大伤，可是它如果说不能在第一时间就将伊朗逼他就范，那伊朗后续的反扑，甚至于后续的力道还是很大的。对美国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基地我们现在看到伊朗来讲，它的主要的武器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嘛。那不管是对以色列或对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现在呢，伊朗的国产无人机航母，这个我们今天会特别来看的，叫做巴盖里烈士号正式的亮相了。再加上伊朗他手上握有了1000架的战略无人机上线，今天会特别来关注是革命卫队已经全面的备战了。那么美军林肯号在中东则是持续的施压，这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其实呢，现在林肯号已经正式的抵达中东地区了。根据川普的说法，还有另一艘航母也即将很快就会抵达中东了。那伊朗则是呢，这一回在海上也祭出了它的新的航母正式的亮相了。这个航母叫做巴盖里烈士号航母。那根据了解呢，它是由货轮所改造的这个航舰，具备滑跳起飞的甲板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同时它有倾斜的这个飞行跑道。根据了解呢，内部还有一些小型的医院，甚至是健身房啊，跟体育馆等等，所以这个涵盖的面积其实是非常大的。看一下它的小档案，长度240公尺，高21公尺，最多其实可以在上面部署60架的无人机跟30具的飞弹发射架，可以具备直升机的作战跟电战的能力。同时呢，我们也有看到刚刚提到的内部也非常的大，那可以配备的包括了地对地的巡弋飞弹之外，单独的作战平台也可以部署反舰飞弹，可以打击最远达到2000公里的一个目标。现在做了一个初步的推估，伊朗可能会想要用它的这个航母，也就是无人机航母，以自杀攻击的方式来攻击美国的林肯号航母。这个对决，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伊朗除了有拿出它的航母之外，我们看到它同时也准备了1000架的战略无人机，正式的已经编列了作战的序列里面去，成为核心的打击力量，将是靠无人机外媒这边也特别点出了，现在伊朗呢，他手上还握有8架的见证者无人机，日产量甚至达到400架，而且重点来了。还有俄罗斯在当中帮助提升它的产能。刚刚说到了俄罗斯的角色除了帮助在无人机的生产之外，还有寄出了米格29武装直升机。现在根据了解，已经现身在伊朗的境内了。那么伊朗现在也说呢，他要掌握荷姆兹海峡，也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2月份，2月1号到2月2号这2天。他会在荷姆兹海峡这边正式的举行实弹的军演，这个海峡将会被很快的控制住。伊朗的政府专机也从德黑兰被拍到直奔莫斯科的一个航道，是否代表说最高领袖哈米尼接下来会逃往俄罗斯呢？这样子的议题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注。那么来看到美国方面又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呢？在各个武器逐渐到位，我们看到除了林肯号抵达中东之外，自己的官员也证实了，一艘驱逐舰也到位了。美媒披露，现在川普正在评估对伊朗即将发动新的重大军事打击。那么已经在中东部署的武器，我们做一个统整，包括了10艘的军舰跟6艘的驱逐舰。节目一开始，我们邀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这个是国产的伊朗自己的这一个航母，真能对美军的航母造成实质威胁吗？如果说无人机蜂群真的正式的出手，接下来林肯号有没有办法防得住？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艘这个用货船改造的无人机航母如果真的是跟美国对峙来讲的话，可能撑不了30分钟就会被击沉了。那当然，伊朗我们看得出来，他一直想要所谓的这个采取一种不对称的作战这个积极用它最强项的无人机。可是我觉得你用在这货轮改装上面，你知道我们很简单一个数据嘛，美军的这种鱼叉飞弹射程就300公里虽然说你的反舰飞弹号称可以打到200公里那么远到底可不可以，我们还是一个疑问。
可是这个美军虽然说它的鱼叉飞弹300公里，可是它可以用空射型的哈。这个如果说美军用空射型的，它舰载机哦，这个 F-18战机带着这种空射型，那在2000公里之外击落你命中你这一艘这个无人机航母，事实上是轻而易举。另外，美军的鱼叉型也可以用潜舰来发射。那一艘航母通常来讲的话，你必须有很多，你除了攻击的武器之外，你还有自卫的武器。我们看到任何一艘军舰上面，基本上都有防空的或者反导弹的飞弹部署在船上面。那要不然最起码你近迫防御系统也要有。这个美军的是方阵快炮，那解放军的是1130快炮。那如果说这条船上面这些东西都没有，那很容易被击落。第二个来讲的话，这美军要侦获到你也是非常容易的。这个以美军现在不要说是太空卫星了，它如果说船上或者是飞机上的电子战的雷达来讲的话，要在这个波斯湾上面侦获到你这条船事实上我觉得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你很快就会被侦获到。那第三个，你这条船上面到底有没有反电子的装备？如果你连这些装备都没有，那一个这个美军，譬如说是航母上面的咆哮者战机过来的话，可能就将你所有电子系统全部干扰到。当然，我觉得伊朗这也是没办法中的没办法说想用这种办法，可是这个确实很不切实际，只是流于政治宣传为主。那目前来讲，据我了解的，到今天下午最新的一个讯息这个美国虽然说林肯号航母已经部署在这个阿曼湾的外海，就阿拉伯海波斯湾的外海，在这边应该已经在那边就位了。虽然它将 AIS 关掉，但是今天有一个 AIS 的信号雷达又开了在什么地方呢？有一艘美军的伯克级驱逐舰，现在正通过红海这个苏伊士运河，它等于说是从这个地中海那个方向赶过去，所以美军不断的军舰在这方面增援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美军是想要川普是想要借着这个极限的军事施压，来迫伊朗来就范，来愿意上这个所谓的谈判桌，来谈所谓外交方面来做解决那伊朗来讲，目前来讲也没有说是完全关掉这个大门，外交的谈判他也没有关掉这个大门。但这场仗打起来，我觉得就美军来讲，也不见得能够占到便宜。虽然说他可以将伊朗打到元气大伤，可是他如果说不能在第一时间就将伊朗这个逼他就范来讲的话，那伊朗后续的反扑，甚至后续的力道还是很大的。对美国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基地我们现在看到伊朗来讲，它的主要的武器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嘛。那不管是对以色列或对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个人研判到最后这两个国家还是会走上这个谈判桌，做一个用外交方面来做一个解决。那真的是开战的几率，我个人研判是不高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正在做极限施压，所有的武器都已经集结在伊朗的周遭。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伊朗看起来情势紧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有跟俄罗斯有军事上面的合作呢？刚刚提到了说，哈米尼的专机现在有在猜测是否要往莫斯科的方向飞过去，难道他是要逃离这个伊朗吗？那同一时间，另外就是有被发现遏制的米格29现身在伊朗，这个俄罗斯的角色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是政治避风港，是战争时候的后援吗？我们也看一下米格29的战力，可以为这一场战争带来多大的助力？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哈米尼到莫斯科去它有3个意义，也是3大目的。第一个做战略移转，因为哈米尼如果留在德黑兰，留在伊朗，它是美国要去攻击的目标，就跟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就是要去擒拿他。那现在他如果是哈米尼是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也是最高领袖，他现在到莫斯科去了，战略目标到莫斯科去了。你在这边，你对美国对德黑兰还能够有这一方面的要去狙杀哈米尼，用一个外科手术式的斩首战吗？没有啦，你的目标已经跑到莫斯科去了。在莫斯科来讲是相对安全的，这是个战略移转，因为哈米尼在哪里？都会洞见观瞻，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的情报组织，或者是美国的 CIA 中情局掌握，那就是讲的轰炸目，就是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很容易被掌握嘛，因为
他这个想要去隐蔽，躲在哪里？躲在指挥所，躲在地下洞穴，或者躲在碉堡里面，很容易被想，那就是被攻击目标。那他离开了，你怎么攻击？他人不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移转到安全的处所。第二个，实施战略沟通跟战略协调，因为伊朗需要买什么武器、什么装备，所需要什么的急需。透过哈米尼直接在莫斯科直接跟他们当局就协调了，不用再来来去去的了。这个我要买这个，这个要加强这个，这个要加强这个方面的交换，因为它是最高的，他直接在莫斯科就做了战略沟通跟战略指导，这是最快最直接的。最高领袖在这个地方嘛，很容易就可以达成他的战略沟通的这一方面的目标。我们第三个就是一个我们讲的保全战略象征，因为它是毕竟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那最高领导人是安全的，安全无疑的，这个政治符号、政治图腾就保全住了嘛。对伊朗这一方面的这个指挥体来看的话，没问题，这个最高领袖是安全无疑的，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指挥体系、组织运作、这个官僚的体系继续来这边实施，没有问题啊。所以他这个是为了保全战略符号、战略图腾、战略象征，他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我认为伊朗是有备而来的，不然的话，那哈米尼在哪个地方？在伊朗，伊朗虽然大，但是问题是目标被掌握的是相对容易的。是。那我们现在看米格29，那米格29是一个战斗机，它的这个最高的速度是2.3马赫，这个最大的航程我们讲的就是1500公里。但是问题是它是老一代的。那它老一代的话，现在都已经到了数位化的这种作战模式，或者是体系化、网状化的作战系统。那它这个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讲到的抗干扰、电子反制的能力，我认为堪虞。因为再加上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就是讲的伊朗的训练，因为它经过它那么穷，经过美国的这种武器禁运，还有经济制裁，它在这一方面是经过长期下来，对它军力的这种折损跟他的训练来看的话，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我们看去年2025年，这个以色列也包括美国的 B2 轰炸机对伊朗的这方面的轰炸，伊朗整个防空只管通缉系统也好，还有防空这个飞弹也好，防空火炮系统都没有发挥威力耶。那换句话说，它的系统空地整合的系统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俄罗斯也提供它的这个最新型的这米28的武装直升机，但是这是对地作战的，这个武装攻击直升机是对地作战的。那美军跟以色列如果不进入地面进入，这米28大概只能这个空中警戒跟地面运兵的这方面的一个功能了，所能够发挥是有限的。所以米格29的战机也好，或米28的武装运输直升机也好，我认为在伊朗所能够发挥的战略角色相当有限。好，不管这一场战争会不会真的发生，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中东附近，尤其是伊朗附近的邻国，他们其实很多国家是不希望发生的，这当中也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主要的原因是，其实他们也会担心，如果真的在伊朗境内的神权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对于后续整体的中东情势，恐怕也是会更危险的。为什么会这么想？杨老师怎么看？如果伊朗发生动乱、冲突、战争，那一定会有外溢扩大的效应。你想想看，伊朗这样子的面积跟它的人口将近有9000万的这个人口，它在中东跟西亚的部分哈，就包含阿富汗这些整个区域，它是最中心的。它连接了波斯湾跟黑海，那所有的历史上的就是重要的通道以及地缘的战略这个高点都在这里。那它又是两个特殊的是，它虽然是穆斯林，但是它绝大部分是什叶派，那跟其他中东国家的穆斯林国家不一样。第二个，它种族上是波斯人，古文明，可是一直以来其实就以这个区域为主，跟其他的阿拉伯人种族上不一样。因此，它是一个完整的，就是这个民族国家啊。虽然有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当它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得到，第一个，这个军事冲突会扩大，因为它可能会针对在这个区域有其他美军基地，或者是从甚至伊拉克、科威特、巴林，然后呢，卡达到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会变成他攻击的对象，所以这个军事冲突的扩大当然以色列也是一个可能的目标，这第一点的这个危险。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恐怖团体，就恐怖攻击也可能会扩大。
因为过去各位记得吗？从伊朗到伊拉克到黎巴嫩，然后呢到就是叙利亚哦，基本上一直连结的就是以什叶派为主的。那经过这一阵子，从伊拉克到黎巴嫩的，就是相关的派系，以及到叙利亚的这个政变，这美国跟以色列相当程度的压制了伊朗支持这边的什叶派的一些作为。可是现在如果它整个动荡的话，这一定会相关的这些组织恐怖攻击会再起。那第三个，能源哦，你都更不要想，战争还一开打的时候，波斯湾可能就被封锁了。然后呢，伊朗自己本身的油，它如果减少供应的话，国际的油价，那甚至这个区域的能源的运输都会产生影响。那第四个，我们刚刚提到，它有9000万的人口，你产生的难民的冲击也是难以想象的。它其实整个过去20年，整个中东跟西亚地区的这些冲突，从美国打阿富汗到伊拉克，全球的难民都在增加。因此我觉得这几个层面，军事攻击、恐怖攻击、能源危机以及就是难民的问题，大概都会对这个区域产生严重的影响。我觉得美国大概也会想到这方面，然后这些区域的各国也会告知美国，你要警告可以，你要预防性的攻击，那是你这个尊重你的决定。可是你要采取全面性的攻击的话，其实那就可能会造成整个区域的混乱。好，接下来有关于中东的战事，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美国跟伊朗现在持续的在对峙，而且已经被逼到一个快要到临界点了。我们现在看到美军的各种武器都已经摆出来，大举的压境哦。那白宫也放话，这1-2天内就可能会正式的来动手。重点是包括了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内部它的披萨指数也不断的狂飙，在此刻呢，川普再加码，他说还有一支除了林肯号之外，已经在中东了，还有一支美丽的舰队，川普说正在航向伊朗。我们现在来看，把这个武器也摆出来，包括了美军跟伊朗各自寄出了哪一些武器。林肯号打击群之外，还包括了各种的运输机，包括 F-15E 等等，还有 F-16等战机都已经摆出来了。再来就是 B-2 轰炸机这一系列，美军现在蓄势待发，伊朗。我们赶快来看到，除了这个弹道还有防空飞弹2000枚之外，年产能更是可以达到3000枚的飞弹，还有各种的飞弹都已经寄出来，无人机、无人艇，甚至是这个狼群快艇会做饱和攻击，还有它的智能化的全监控的系统，全部都已经摆出来了。节目一开始，赶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传出美国说的哦，在中东的事情，他们可能1-2天内就会动手，再加上披萨指数不断的狂飙，已经进入开战倒数了吗？第2艘航母，川普说的美丽的舰队是否也很快即将到达中东？委员怎么看？美国要这个时候攻打伊朗，这个几乎是美国最好的时机。如果闪过这个时机，机会不大，因为现在是伊朗最脆弱的时候。它的通货膨胀它的货币贬值，它的物价高涨，使得老百姓对于整个哈梅尼政权失去了信心。虽然哈梅尼政权使用革命卫队，用最残酷的方法杀害老百姓，然后来稳固政权，但是这个比清朝末年更糟糕，因为他经济问题没办法解决，老百姓过不下去。今天起义被你压制了，隔2天再起义，你看永远压制不完。所以这个政权是已经到了最脆弱的时候。那再加上他的民选政府跟他教士集团跟革命卫队，基本上是互不信任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要打击伊朗，它基本上不是去占领领土，它基本上的目的就是要以斩首行动来除掉教士集团的头目，大概有30个，那除掉革命卫队的头目大概有50个，再加上有10个导弹机的弹药库，总共加起来大概90个目标。要除了这个90个目标，1艘航空母舰不够了要至少要2艘以上。那现在会开战，也要等到2艘齐备，再演习训练一段时间，跟委内瑞拉一样。委内瑞拉那个菜的国家，他都布阵演习了好几个月，所以他可能会演习一段时间，让这些飞行员熟悉领空的控制、防空导弹的运作再来就是说，情报到底收集好了没有？委内瑞拉当时在维也的时候，也是在收集情报，哪一些人可以收买哪一些人必须打击哪一些人必须背锅，这个情报要先做好。
啊，但是对伊朗来讲，不只要做这个工作，还要了解到他要打击的90个对象到底精准位置在哪里。简单，哈美尼到底藏身在哪里？如果哈美尼藏身在地窖里面，我要用什么武器直接把它炸死在地窖？这个都是在规划参谋作为的运作。那如果情报不灵呢，他当然就不会开刀了。啊，如果情报很灵，就像说马杜罗哈，这个美国已经是连他的卫队的队长都收买了，他就很有信心，知道他人在哪里。那也知道说革命卫队会配合，不是革命，他的守卫队会配合把他的古巴的警卫给干掉。那这个都部署好了以后，他当然就出击了哈。那现在这个川普就是重施故技。所以部署这些飞机、这些导弹，当然伊朗也不是无下阿蒙了哈，可是问题是以伊朗的实力要达成反击的能量，我个人认为差距太远了。所以伊朗说有多少导弹啊，或者东西，那个吹牛的成分比较多。他说啊，蔡总你怎么说伊朗吹牛呢？他不是打击到以色列吗？是的，以色列是假设不被攻击为原则，可是他被攻击的时候，伊朗的精准度显示有问题的啊。那对于美国的航空母舰会不会被攻击啊？对，那我们正在看看有史以来第一次航空母舰被攻击会长了什么德性啊？是。那如果美国航空母舰被攻击的话，那东方某小岛人就要闭嘴了啊，这样就闭嘴了啊。因为连伊朗那么菜的导弹都能够打得到，那伊朗众多的吹牛，它有高超音速导弹绝对没有了。现在全世界战场上唯一出现的高超音速导弹只有俄罗斯的增速导弹，数据上被确认的。那伊朗绝对没有，为什么绝对没有？因为它没有固态液体的燃料啊，它没有固态燃料，它怎么做出高超音速导弹？所以我觉得伊朗可能还在加油。所以3000枚飞弹。都是地对地的，要打这个在海上目标，可能还有待检验。好，所以持续这个一样的问题，也请教将军。刚刚讲到说，有没有可能伊朗去打美国的航母？因为川普也说了嘛，现在除了林肯号之外，另外一艘航母也即将要抵达中东了。那么，包括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如果进行饱和攻击的话，他会选择航母，还是可能会打美军基地或以色列？如果打航母，当然这威慑力会比较高嘛。从二战之后就没有这样子的事情过。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次川普很明显的他只是想要借军事的压力对伊朗来施压，逼着伊朗再回到这个谈判桌上面谈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要求伊朗要这个解除他的核子浓缩铀的方面要解除掉第二个来讲要伊朗撤除他的导弹，因为这2样东西对以色列是最大的威胁但是我觉得川普只是他会不会真的想动手？我觉得就算他想动手，可能五角大厦那边会给他提供一个忠告，这时候动手不是很好的时机。我们从几件事情来分析。第一个，我们上次看到美国这个对伊朗动手它是最少它都部署了双航母那这次对于伊朗这种中等的强国，你现在只有1艘航母在那边林肯号，那川普在那边吹牛了。他说还有一支美丽的舰队，我特别去查了一下这个美国的所有航母现在目前在部署中的有3艘就是这个林肯号，另外还有华盛顿号还有福特号，这都已经部署了，一个是在横须贺港，一个是在这个委内瑞拉那边另外在作业中也就可以部署的只有2艘这罗斯福号跟布希号，可是他们现在的位置分别在美国的东西两岸。太平洋跟这个大西洋，那如果说要过去是可以，可是最少以现在来讲的话，从这个不管从大西洋到达这个阿拉伯海最少大概我认为最少10天以上的时间才到得了。另外有2艘是已经在部署完了以后，在阿兵哥在休假那2艘是李米兹还有卡尔文森号，另外还有3艘是已经在大整修的，有3艘雷根号、杜鲁门上次在这个中东那边被炸的，我想大家都知道撞船的那个，还被这个他飞机还掉到海里面，还有1艘是艾森豪威尔号，这都在整修之中。所以说美国能够动的航空母舰只有2艘，这2艘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往这个中东地区运动。
那第三个理由，我认为说是美国川普现在还不太可能动手，当然就是海湾国家不认同哦，包括沙特，包括阿联酋，他们很怕伊朗对他们油田来做攻击，他们倒不是不支援美国，而是他怕他的油田被攻击。如果伊朗猫起来打的话，哈，这个不分青红皂白，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个遭受池鱼之殃？所以这两个国家他就不愿意美国借用他的，你们打你美国自己去打，但你不要用我的领空，不要用我的基地，以免我遭受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伊朗可能打美国打不赢，但是打我的油田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看美军哈用兵这几次的用兵都是速战速决哈。他不管对委内瑞拉一天结束，上次去打伊朗也是一天哈，这个 B2 轰炸机飞进去，轰炸完以后，这个就当天就出来就结束了。他绝对不会限于一种持久战，我觉得美军有他们的智慧了。那这次如果说是你不能在这个速战速决，而限于一种持久战的话，就算是你可以把伊朗打到这个伤残或怎么样，可是问题是说你自己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尤其是说你要担心这个伊朗。他不管他的无人机哈或者导弹再怎么样，对以色列、对你美军，甚至于对你的航母战斗群，都是很大一个威胁。那这个日子久了，时间拖久了，对美军来讲是不利的。是好，美军要不要动手，这考量到要非常多的条件。那当中，刚刚厉将军也特别帮我们提到，就是有关于沙乌地跟这个阿联酋这一次不愿意借他们的领空，除了是油田的原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等一下请赖老师来帮我们看。那川普为什么这一次在派另外一艘的舰队前往中东，是代表现有的兵力还不够，可以镇压伊朗的意思吗？赖老师又怎么看？伊朗的国土面积很大，人口很多啊。那你要去轰炸伊朗的话，最好的距离位置除了巴基斯坦，还有这个阿富汗啊，是在伊朗的东部啊。另外在西部里面有伊拉克、有阿联酋、沙特啊，在北部有土耳其。如果你要去轰炸这个德黑兰，你要去轰炸这个伊朗的重要的军事设施，那你当然要使用这些军事基地是最方便的。土耳其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是土耳其这次已经很明白的说不可以使用我的军事基地，我的领空也不开放。阿联酋跟沙特也做同样的一个表示啊。那现在只剩下一个卡达的军事基地，可是卡达它距离伊朗很近，伊朗的中程的弹道导弹是可以攻击摧毁到这个卡达的军事基地，所以在对美军来说的话，已经把卡达的空军的军事基地的眷属跟非必要人员已经撤离了，留下的就是战斗人员。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要维护这个最近的空军基地的安全，所以它的萨德系统跟这个有关于这个爱国者导弹都已经进来这个保护。可是问题就在于，那你要从哪些地方来去对于伊朗进行攻击？现在被局限在只剩下在阿曼湾这个地方。也就是在阿曼湾这个地方，也就是伊朗的西南部，这个对于伊朗境内进行攻击的话，一个航母战斗群就不够了。因为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个空军的连队，88架的战机左右，包括空中预警机、电战机。例如说，它有2款的 F-18，一个是咆哮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是 F-18的强攻机。那另外当然它还有隐身战机在里面，可是这样还是不够，怎么办？他也把这个导弹驱逐舰跟护卫舰，也就是可以装这个鱼叉导弹的这个导弹驱逐舰、护卫舰也都派过来了，潜舰也进来了，因为潜射也可以用鱼叉导弹来对于，尤其是对伊朗进行巡弋的攻击还不够，所以一个航母战斗群再拉过来，就等于是有2个空军连队，这样的话就能够构成至少100多架。170几架战机，如果再加上地面的军队的话，200多架战机才能构成足够的威慑力。目前美国的军方，特别是太平洋舰队的军方官方的，他已经宣布，他证实了，在上个礼拜1月21号的时候，从圣地亚哥，也就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本来的驻守的地方是在圣地亚哥，他已经离开母港了，离开母港已经开始进行演练了。所以他开始往中东的地区来移动，但是问题是具体的位置在哪里，他们不说。那是在1月21号，由太平洋舰队正式宣布，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进入演练。那如果说以1月21号，现在是1月29号的情况来看的话，所以川普所说的另外一个航母正赶往这个基地
赶往伊朗的阿曼湾，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也就是说，即将快要到达了这个阿曼湾，那这样就构成2个航母战斗群对伊朗的一个打击的一个态势。目前大家很早我们就推断了啊，因为当时就已经推断，攻打伊朗，刚刚蔡委员有说，1个航母战斗群的战力是不够的，一定要2个航母战斗群。那原本我们就推断这个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的可能性是最高的。那以太平洋舰队的宣布、官方的公布来说的话，他们在上个礼拜就已经离开了，已经开始演练，然后不说它的具体位置，我们就合理的推断，确实这个川普所说的2个航母战斗群赶往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这过2天它就出现在阿曼湾。那这样的话，这个对伊朗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火力的一个打击。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军事火力的打击的态势，可以造成一种军事上的一种我们叫做极限施压，来逼着伊朗跟他进行谈判。是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讲，施压到一个程度，如果伊朗还是不谈判，那伊朗也采用针对性的一个方式跟你对抗。对于川普来讲，这个就赌很大了。所以我们看到股市最近波动很大，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川普会不会再一次的塔口。如果川普后来发现打起来，股市、油市那个重大的挫败，然后金价又往上飙涨，那还得了啊？那这个大家逃离美国的话，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所以会不会川普考虑到他的股市的震荡的问题，那干脆就这个高压的态势也被识破了，那也打不下去，就不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塔狗就典型贴在这个川普的脸上了。可是如果一打的话，我们保证油价绝对会涨，股票绝对会跌，那这个会造成美国跟很多国家的动荡。难道伊朗是在试它的核弹吗？试爆它的核弹吗？400公斤的浓缩铀现在直奔有可能往武器化的方向去做发展吗？另外一方面，现在传出有消息说，伊朗的这个核潜舰已经前进到荷默兹海峡，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锁定的是美军的航母。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现在呢，美以战争看起来是一触即发了。伊朗方面已经说了，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全面的备战。首先，现在让美国非常感到忧心的事情，就是因为发现了在伊朗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地方呢，出现了爆炸的这个事情哦，在1月27号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来看到马上的。就有这个快点的 Express 来做了一个报道，说这个设施爆炸之所以让美国非常的紧张，就是因为其实去年的6月份，疑似才遭到以色列空袭，而当时在轰炸的时候，它的目标就是这个基地里面的这个核武跟弹道设施的这个目标，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又再次的爆炸，也引爆外界质疑：难道伊朗你是在偷偷的测试，甚至推进你的核武能力吗？而让外界另外一个担忧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看起来伊朗在发展它的核武上面，好像慢慢的已经越来越成熟了。来自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特别做了一个调查，伊朗现在它的铀浓缩的浓度到60%，拥有超过400公斤的库存，而且已经接近了武器级所需要的技术跟材料，达到90%左右的一个浓度，所以国际社会也在高度的关注当中。刚刚提到了，除了核武是美国跟以色列最担心的之外，我们来看到在军事方面，现在传出来自于媒体的报道，2艘国产的是来自于伊朗的法塔赫级的潜舰部署在荷默兹海峡吗？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吗？今天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关注。另外就是流星和法塔赫的中程导弹，现在说已经蓄势待发了。伊朗除了自己对美国做警告之外，还包括了周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运动也发出警告，如果美军对伊朗发动这种新式的攻击的话，马上就会演变成一个区域性不可能抵抗的一个区域性的战争，而美军另一方面则是刚刚看到的是伊朗的准备，美军也做好了备战的状况。林肯号正式进入到中东之外，已经进驻到美国的一个司令部的责任区里面了，而正在进行的就是联合中东的盟友在这个区域展开了多层次的打击训练，是做给伊朗看的吗？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林肯号之外，美军的军机也已经开始备战了。
F-35跟超级大黄蜂现在看到都是在林肯号上面可以做好了准备。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 X 推组也特别说了，美军已经在中东地区集结了2个航母战斗群和第5舰队主力部队，出估3万的美军部队已经蓄势待发了，而包括了这个。川普本人也证实，他说呢，除了林肯号之外，另外一支美丽的舰队正在前往伊朗当中，所以预估接下来在中东地区会有2艘来自于美军的航母来面对着伊朗。X 推主也特别说了，除了刚刚看到的这一些武器之外，美国近期也将它的一架这个是 EA-37B2的电战机部署到德国基地了，预估接下来就会前往中东地区来做准备。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有关于伊朗的核武问题，它的浓缩铀推进到60%，再加上刚刚讲的这一些飞弹，还有它的潜舰，这个法塔赫级的潜舰说已经到这个荷默兹海峡了。伊朗现在把核威胁给搬上台面，美国跟以色列还可以容忍多久呢？什么时候进攻？舰长怎么看？伊朗是整个中东的一个动乱的一个根源呐，因为几乎那里所有反以色列，他的目标就是把以色列从这个世界消灭。反以色列的武装团体都是伊朗在提供他军援、火器、这个武器等等。所以，如果把伊朗这个政权给它消灭掉，基本上中东会稳定很多，比现在。那以伊朗的所有拥有的技术里面，其实只有一样东西让我们担心，就是这个核弹。它会不会能做成核弹？而且以他们这种对宗教神学是非常信仰的这种啊，它万一真有颗核弹啊，哪天你要把它消灭，它真的可能丢你一颗核弹。但是呢，我也特别要这个介绍一下核弹这个技术，核子浓缩铀啊，当然可以看到多少，它有一个叫做核爆，一个叫做核反应。核爆就是核子弹，我如果说这里有2公斤的浓缩铀，要在90%以上，它核爆是在0.00001秒的这个时间，全部一下子整个炸开，就整个就哗一下炸开，要到90%以上。那什么叫核反应呢？我们发电厂就是核反应，它的浓度因为比较低，所以它是一点撞一点，一点撞一点，它就像一个焖烧锅，里面水一直在焖，它会慢慢加压。如果你正常让它释放，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能源的一个提供者。但是像你说，好比说我举个例子，这个东京的那个电力公司的那个核，是不是后来也爆炸了？为什么它爆炸？你知道吗？如果它在开始一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立刻灌水进去，不会爆炸。但是因为东京电力觉得这个东西太贵了，那是几百亿美金这样造出来的，那我是一个私人电力公司，我要想尽办法救它，他就一直试图救，结果没有救好，它炸了。就是一个东西闷太久这样。所以大家记住哦，核爆跟核反应是2个不同的东西，你不要认为核电厂的也会爆炸，那个跟这个是截然不同的。是。那它目前这个东西，它只有到达60%的那个浓度，一定要到90%才会核爆。那从这里上去哦，全世界都会盯着你，你差不多了，我就丢你一个这个炸弹，所以它很难。它能不能够偷偷摸摸的，你外界都不知道，太难了。CIA 也有这个间谍。这个摩萨德也有间谍，而且伊朗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人的这种想法，所以他想瞒住所有的是不太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哦，伊朗跟美国现在这个样子都在拉高双方的态势，都希望对方不要动手。那他会不会打呢？任何一个国际的战争，就是他一定有一个利益，这个利益一种是钱的利益。你看美国打委内瑞拉石油嘛，那是钱的利益。那美国上次为什么打伊朗？那是战略的利益，因为他快要把那个核弹给他做出来了，那我当然要把你打掉。那这一次他过去，他的目的是什么？维护伊朗人民的自由民主吗？那根本不会是他的这个利益里面的。所以他就说你不要这样子啊，你不要去攻以色列，不要攻我们这个美军呢，就他也在拉高态势。但是他想不想打？我觉得美军不想打，因为他没有利益。那伊朗想不想打？伊朗也不想打，所以最后就是因为伊朗内部的动乱，造成大家为他担心，但是他会慢慢的压下来，因为现在平民革命很难成功的，因为尤其伊朗的那个叫做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16、7、8万人，开玩笑，他们的装备比3军部队还要好，你想要推翻他们很困难。我不是说没有，但是美国 CIA 现在努力的在那里做这个叫做颜色革命，先让抗议的人留下来，不要走。
搭帐篷，我给你吃，我给你甚至给你武器，然后开始从这个抗议变成内乱，内乱变成内战，最后是不是能够把伊朗科梅尼政权给它推翻掉？希望能够，但是我觉得它有它的难度在。但是如果你忧心美伊大战，我觉得几率很小，因为双方都看不到他愿意打的这个叫做国家的利益存在哪里。好，一方面美国也想要消灭哈米尼的政权，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有关于伊朗它的核威慑，现在对美国跟以色列已经造成威胁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持续的推进它的武器哦。刚刚讲的说，除了林肯号之外，川普说了有另外一艘航母正在前往中东。另外刚刚特别提到了，还部署了这个是新世代的电子战机，2024年才新增的这个是 EA-37B2的新世代电战机，说可以成为瘫痪伊朗防空跟通讯的第一级吗？干哥怎么看？好，我看这个就说我们现在先看哈，就伊朗也部署了流星和法塔赫中程导弹，还有特别是讳莫如深的法塔赫级潜舰，其实这是从苏联的就俄罗斯的那个基洛级发展过来的。那我相信，因为大家要晓得，伊朗具有实战经验，就是说伊朗是能打的，它跟伊拉克不太一样，它真的波斯帝国还是有它的传统。就是说，当真的威胁来临时，它是真的能够威胁以色列、威胁美军的，它具有这样的能力。所以部署这样的潜艇，其实对美国而言的话是一种威胁。那部署这样的飞弹，对于航空母舰战斗群也是一种威胁。所以美国现在最新要派 EA-37这个电战机过去。简单介绍一下 ，EA-37就是以前北约组织在40年前最夸口的，我们有E-3空中预警机，带个大圆盘，一飞到这个空域300公里的范围之内，什么飞机都逃不过我的法眼，大家了解吗？然后最近的就是什么？就是去年巴基斯坦跟印度那个战争，传说巴基斯坦是用的中国提供的 ZDK-03空中预警机，那其实就是空警500改装的，然后空中预警机在天空发号施令，然后接到了指令之后，直接指挥歼十敌人印度的标风战机，连看都没有看得到目标就被打下来了。所以大家就晓得电战机它的威力在这个地方。那 EA-37B 它是取代了什么？取代了大家最熟悉的 C-130EC-130的区域空中预警机。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EC-130因为它就是美国用了40-50年的空中预警机。可是现在 EA-37B 它到底进步在哪里？因为它变成了喷射机，它不再像那个螺旋桨飞机飞得那么慢，时速才600公里而已。EA-37B 时速967公里快到1000公里，飞得快，飞得高。再来，你知道滞空时间长，所以像这样子的空中预警机，它不但可以囊括以前 C-130的电子功率70%以上，然后它还加装了主动扫描阵列雷达，在它的脸的左右夹。看那个飞机，你就觉得说，奇怪，这个飞机怎么左右夹胖胖的？那都是电子天线。它还承担的，我们现在常常在讲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立法院在审国防特别条例的时候，常常会提到 C5ISR C5IS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作战管制系统就是指挥、管制、通讯，然后电脑、网络、情报、侦查、监视这总共8项大项，就是 EA-37B 它要做的工作。好，那讲到重点，就是说结论：当 EA-37B 到了德国法兰克福的基地的时候，它直接往波斯湾因为那是最近的北约基地，它直接往波斯湾前进的时候，海上有航空母舰，天空有我的 EA-37B， 它直接瘫痪了。为什么？直接瘫痪伊朗，你可能所有想得到的防空网由它来瘫痪。为什么？因为它的 E 代表 electric，A 代表什么？代表 attack， 也就是说 EA-37B 它会先用它的电子战系统
瘫痪伊朗的 S-300跟 S-400的防空导弹，甚至有可能连中国会不会提供它那个红旗 9B 都在 EA-37B 的瘫痪范围之内。这就是今天美军先派过去，它意义在这边。而且真的如果打起仗来的话，这一架电战机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好，那我们如果假设很不幸的，真的双方发生交火的话，接下来包括了伊朗号召的真主党，要请聂老师来看，还有也门青年运动会不会全面来做参战？那接下来对于中东情势的影响 ？OK， 我觉得世界大家都知道，从这20世纪到21世纪，最漂亮、最厉害的战争叫代理人战争嘛。那大国呢，通常呢，他不会自己先下去，先找前面的这个代理人的部队哈。像美国当时不管用了各种，全世界都算他的代理人。像乌克兰最近的情况也有点类似啊，因为当两个大组，比如我们讲现在世界两大势力，第一个就是中俄，还有美国这边。但大家知道有个 CRINK 呢，叫做 CRNK， 这个 I 叫做 Iran， 就是伊朗。伊朗从某个角度等于是两个极端的前面的一个某个代理人啊，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就是。但这个之间因为霸主还是美国，所以基本上很难在他后面找伊朗做完全代理很难。但是因为伊朗它之间跟这个以色列在中东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不管自始至终的一个爱恨情仇。那这两边的这个敌对呢，这不会马上是消减的哈。那么从各种角度都一样，因此他们不可能马上被完全消灭之下呢，不断的会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及对对方的一些威吓。然而伊朗前面又有代理人。你刚刚提到的这三个几个地方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大家都知道，从2年前呢开始呢，这个巴勒斯坦的战争，就以哈战争之后哈，那时候的哈马斯大家都知道，然后那是巴勒斯坦的，还有这个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当然包括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等等，我把它视为这是伊朗的这个前哨站，也就是等于是他们的代理人。所以你会发现呢，不管是以色列要先打掉代理人战争，用那个莫萨德的这个一些情治系统跟美国 CIA。大概把这个前卫的组织大概能够铲除就先铲除，但不可能完全。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其实也被这攻击得非常惨。当然，伊朗内急呢，当然它背后的伊朗毕竟还是一个大国，它军事实力也不差，甚至它一直想要致力发展它的核嘛。好，刚刚谈到核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全世界只有8个地方应该算是真正有核的实力，就是安理会的5大国嘛。好，这大家都知道。另外2个就是前一阵打仗的那个伊朗和那个巴基斯坦。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在中东的以色列，对，它的弹头是很多。那么你可以说它是有，也可以说它是没有，但它实际上真的存在着这核弹头是可以攻击。伊朗当然就要发展它的这个核能，才有办法对抵御它在中东的这个维稳，以及甚至当然这个全世界的霸主美国的不断对它的这个制裁或侵略。当然大家也看到了去年这个霸主这个在。我们讲加拿大开这个 G7 会议的时候，突然2天就跑回去，告诉大家说2个礼拜我做一个重大决定，要对这伊朗制裁。没有想到2天就发动了 GBU-57，就钻了60公尺，有没有？好像刚讲了嘛，好像大家这个会隐会声嘛，说好像炸到了什么的。我们也谈过，如果真的炸到，怎么没有任何一个核外泄的这个影子都没有？但我只能开玩笑，它炸了60公尺嘛，还没炸到80公尺，可能80公尺有还不够深，或者当然讲不好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核设施。或者核的一些技术的发展，它不可能让你那么容易就破解了。我是这样认为。当然，莫萨德也很厉害，现在也很厉害。你知道，在这之前的时候，他非常多的核能的这个研究员或者军队将领都被暗杀，都被直接命中。包括好多这个周边的跟这核有关的。但是，我想伊朗它当然这个国家大，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的一些研发实力以及它的这些技术，因此我觉得它这个还在做。那现在讲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到底这个中东会不会瞬间的失控就打起来呢？刚刚看到你这边两边的布局，像我们小时候玩军演一样，好像就要打了。当然看起来也都师出有名啊，都可以做动作。可是你知道，一做动作两边都伤，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有可能 yes and no 的问题，但 yes 的机会不小。但你要知道，这个不管是真主党这个也门组织，好这些东西要去这个反击，说要极力这个去反击这个所谓的另外一方势力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顶多是区域性的战争。我跟各位讲一下，这是我的发现。其实20世纪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最重要？能源。你不管汽车、飞机都要靠能源。就21世纪是靠什么？没有，因为科技已经转变了 ，technology 变化以后，现在已经不是完全能源，是要靠电力。电力不一定完全从能源来，因此能源的至关的一个唯一关键已经不是了。因为中东战争可能不会像过去
这样子，当打下去还是会很严峻。但是过去如果是一样以人员为主的话，这些人员产油国家一定会造成一个残疾战争，一定会一直在争来争去。但现在已经不太是了。不过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只有观望，也就是说真正发生，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机会，但我觉得它是区域性的。对世界上会产生马上这个所谓人员的一些危机，当然也会一定会，包括赫姆斯海峡这么是重要。当然金融市场会不会造成动荡，我觉得也都会，但是。现在看起来不会像以前那么严峻，那我们还是要这个严阵以待之了。哈米尼现在已经正式的坐镇在地下碉堡里面了，要指挥全面的作战。另外一头，今天会持续来关心到是美国的航母现在逐渐已经要杀进波斯湾了。另外一方面，还有战俘454枚已经上膛，而且川普喊话了，他说伊朗啊核武已经正式的离他造出来只需要2个月的时间。美伊在这个摊牌时刻，我们今天会来关心是会美国先打瘫伊朗，还是伊朗先造出核武？今天会一起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读的是，伊朗现在正式的进入在全面作战了。刚刚提到的哈米尼，除了坐镇在地下碉堡之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不管是在地下，其实呢，伊朗它也有秘密的这个藏飞弹的地方，而且是非常多的量。那影子航空则是在这个天空呢，它走私各种的武器，所以现在武器得到的速度等等都还算蛮快的。另外就是核进度了，现在到底如何了呢？伊朗真能撑过美以的第一波打击吗？今天会做解答。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看到是美国的武器已经全面上膛了，不管是林肯号快要到波斯湾，战斧巡弋飞弹，还有各种的战机，不管是 F-15或 F-35也都准备好了。这是第一波就要打瘫伊朗吗？最后今天会来关心到伊朗现在核武的进度，因为呢，川普在论坛上面已经直接最新放话，他说伊朗2个月内就可能拥有核武了。那美国会不会直接干脆先下手，把核设施放在第一波打击就把它处理掉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谈了很久的林肯号现在已经快要正式的开进在波斯湾了，预估在数小时内就会杀进波斯湾。现在欧洲的航空公司也都拉起警报了，要求说，航空公司啊陆续宣布不要飞往以色列跟波斯湾的航线了。另外一方面也被看到说，美国的运输机跟空中加油机也都逐渐的抵达在中东地区了。赶快来看到现在 X 网上面特别列出了美军在中东的火力网，一系列的从不管它的是航母、它的飞弹、它的巡弋飞弹到战机已经全面准备上膛。赶快来稍微盘点一下，包括林肯号搭载了6个战机的中队，并且有伯克级驱逐舰配备大量的战斧飞弹。现在预估呢，战斧齐射能力可以到358枚，如果再加上这个航舰打击群的话，可以高达450多枚。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战机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F-35、F-15、F-16，甚至还有 A-10攻击机。那我们来看到伊朗方面也是现在喊说已经全面备战了。伊朗的方面则是准备的是，除了哈米尼坐镇碉堡地下化之外，他们有武器的走私线跟核倒数。赶快来也列一下，伊朗现在全面备战做了哪一些准备？哈米尼现在已经在地下碉堡指挥作战，并且传出他已经在这个碉堡里面选好未来的接班人选，以备不时之需。而且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这个地下的基地也有各种的准备，尤其在7年前，他就已经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边境盖好了这个地下的基地，主要就是用来储存飞弹、运送武器、支援伊朗跟他的附属民兵，更是向真主党来运送武器的重要路线。航空，我们来看到革命卫队则是透过民用的航空公司，他们可以规避各种的国际制裁，偷偷的走私各种伊朗所需要的，不管是武器、资金，甚至到设备等等。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盘点一下，现在哈米尼已经正式进入到地下碉堡了，是全面备战模式。而地下化，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藏兵这些飞弹、影子的航空走私到核武的发展，这种拖不垮的战争会不会让美国进入长期消耗战？那美国这次寄出的各种武器，不管是航母、它的战斧 F-35，是威吓还是准备开打？小舰长怎么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航空母舰除了福特号，它现在还在加勒比海之外，其他的都在这张表上，也就是尼米兹级的。那浅蓝色的，也就是最近有动态的部分那如果说我们看到在这一个
在这个美国西岸的部分啊，其实有动态的就是罗斯福号。那另外这边就是我们看到的林肯号，它已经进入了阿拉伯海了。那实际上来讲，它的战机的作战半径也已经涵盖了伊朗了。那另外呢，比较特别的一件事，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这一个罗斯福号。罗斯福号它已经从圣地亚哥起航了。另外还有一艘，也就是布希号。布希号它原来的位置呢是在这一个诺福克，也就是美国东岸的部分。它出海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动态或消息，我们都应该怀疑啊。例如说像这一个罗斯福号或者以及布希号都是后备准备要进入到前往波斯湾的部分啊。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章呢，也就是实际上来讲，在22日，那也就是多天前啊，这个林肯号它的一个400海里的一个作战半径，其实就已经接近了，那现在已经涵盖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讲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有关于 C-17这种空中霸主的这种运输机，它已经从欧洲不断的向这个无论是约旦或者是这一个以色列进驻运输各种的装备啊。那这种装备呢，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不得而知。而且实际上来讲，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我们应该要看到这一点，那也就是迪亚哥加西亚岛的部分。但是很可惜的，也就是最近15天，迪亚哥加西亚岛它都是这个被这个白墙啊，也就是白云密布，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一个部分啊。那有关于刚刚我们讲到说那个可能的动作，其实都跟去年的6月17、5月之锤的状况有点像。不过这一次可能它的打击的目标点以及它的一个攻势会更为强劲哦，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边就是林肯号。那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说法，像这张图，它下面写的是艾森豪号，可是艾森豪号现在才刚刚出发而已，它要到达地中海还需要最起码2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应该也不是。那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伯克级驱逐舰，因为原来在这个中央司令部辖下，在这个波斯湾这边原来就有部署，所以它也可以作为第1级的一个目标啊。是，那也就是其实伊朗早就知道它可能会面对这种打击了，这个已经大概这个图片已经超过5年以上了哦。也就是 BBC 当年访问伊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只截一张图啊，它是一望无际的，通通就是它的它的地下掩体里面全部通通都是这些弹道飞弹。那另外他们还进行过校阅的这个动作啊，所以我们说，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面对这个伊朗可能的反击，就像当年5月之锤之后所遇到的，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一个后面拖的白色尾巴的，全部通通都是弹道飞弹。那这些弹道飞弹为什么后来对于以色列造成重大的打击？因为以色列没有办法，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是由铁穹，其实它有更厉害的，也就是大卫投石以及剑士2式、剑士3式，但是那个造价都非常昂贵，因为剑士3式它可以飞到的高度已经高达了2000公里，剑士1式是1000，剑士2式是1000公里啊。那也就是说，这么多弹药的一个耗损，无论是2式或剑士2式或剑士3式，还有美国部署的萨德，其实这一些累积起来都是天价，而且它的数量不足。至于说他们现在要攻击的这个，可能是就是有关于地下核设施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是上一次被攻击的纳塔斯的部分啊。可是现在他们挖了一个更深的，也就是之前的碉堡克星的范围的攻击的有效范围更深的，那也就是这一块啊。那个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这么急于动手，拿着一些就是
伊朗内部的问题，然后就来做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因为他们要遏制伊朗的这个核弹的一个研发。是，确实哦，川普已经说他预估2个月内伊朗就可以造出核弹。针对刚刚的同样的问题，委员要怎么看？美国大军调动有威吓的成分，也有实际要进行攻击的计划。但是这里面啊，真正的关键是到底美国的情报灵不灵？如果美国情报很灵，它会很迅速的进行攻击，那也可以很迅速的撤退。那如果美国的情报不灵，那可能要拖一段时间。情报灵不灵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教士集团的领导人大概有30个人名单是在美国的铲除的名单上面。比如说哈米尼躲到哪里，你能不能知道？尽管他地下碉堡，美国有钻地炸弹啊，有各种方式啊，可以来进行攻击。如果没有办法把这30个教士集团的头目给铲除，那伊朗的这个问题还是会一直存在。伊朗的问题就是教士集团贪污腐败跟动不动就是要恫吓其他国家的问题哈。那第二个就是革命卫队的头目也有50几个人啊。那为什么说这50几个革命卫队的头目加上30几个教士集团头目一铲除以后，伊朗就会风平浪静，回归正常？因为这些人都是阿塞拜疆人，这是伊朗很独特的历史原因，就是满清皇帝少数统治多数，伊朗人没有一个人当中国大陆官，通通是满清皇族，你就知道这个很特殊。所以只要这一些人铲除的话，他的整个国家的权力就会回归到民选的总统、民选的国会跟民选的政府身上。他不是没有，而是什么？他根本就是摆个样子的。而真正的什么？这个总统啊，不是位阶最高，也不是权力最大，反而教士集团不用选举的，位阶最高，权力最大。那教士集团是靠他们组织的革命卫队来保护，来进行恐怖统治。那目前这个整个伊朗的国家的石油收入是怎么分配啊？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控制这个国家，因为伊朗的那个财政部只收到30%的收入。另外40%归革命卫队，30%归教士集团，你就知道这个集团贪污有多么严重。对，所以面对这个状况呢，美国除了说目标可能要攻击核设施，目标可能也要攻击它的导弹库，但更重要的是铲除这80个人才是他美国的当务之急。而且这80个人在伊朗的社会里面也失去了他的威望了，所以现在铲除是个好时机。可是问题是你情报到底灵不灵啊？像以色列在铲除真主党的时候，那情报准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那你现在能不能对伊朗有这么准确的打击力？如果有的话，美国就会很快的动手啊！而且这个动手，中国、俄罗斯又不能说什么啊，因为中国、俄罗斯自己也知道，这个伊朗这个教士集团已经到了满清末年了。是第一个你是少数民族，第二个你是外来人。第三个，你透过回教去控制这个国家，反而大多数的伊朗人是被统治的，只能选出一个没有权力的总统所以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是给这个美国很好的机会，只剩下看情报灵不灵而已。好，所以美国的目标很清楚了，包括了伊朗的重要的80位领袖，还有导弹库跟核设施。尤其现在川普说了嘛，在2个月之内，伊朗就可以拥有核设施。所以美国会不会趁这一波的打击，首要目标就直接瞄准在伊朗的核武呢？还是有可能这个只是要打战的一个说法？杨老师怎么看？我们先看去年6月。应该是22号，就是美国对于伊朗的几个核设施，主要在3个地方，一个叫纳坦兹，这是最主要的核设施厂；另外一个叫福尔多，也是一个核设施跟研究中心；还有呢，一个叫布什尔的核电站，进行用 B2 轰炸机，用 GBU-57的巨型炸弹，就是穿下去。我们到时候那个时候都看到，就是有很多那种洞穿进去。那当然，第一时间川普宣布是一个大的胜利。虽然后来我们听到美国军方有一些说法，说好像没有真的铲除掉伊朗的核设施，可是看到了9月份的时候呢，《纽约时报》综合了一些各方面的这个评估，那觉得
这一次的轰炸对伊朗是造成很严重的这个核武发展的重创，大概过去这15年来第一次使得伊朗失去了制造核武的途径。那途径指的可能就是来源、设施、浓缩铀等等之类。那到底现在它还有没有核设施？我个人觉得应该某种程度还是有，人员也有一定的存在。那有没有意愿或者是这个时机点再去重启？其实应该被轰炸之后第一时间他就思考到重启。这一阵子的内部的动荡会不会使得革命卫队最高领袖想要再重启？我觉得只有加速，因为他们知道对他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于内部，而是来自于美国和以色列。因此，美国当然也看到这些讯息了，以色列当然也看到了这些迹象。你人员的调动啊、物资的移送啊等等之类，都很清楚可以掌握到的。所以，川普大概才会说2个月，但到底到什么程度，这作为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有时候这个程度跟细节决定很多东西。可是，其实对川普而言那我觉得一旦有这种疑虑对一个像有核武准备的这种你的对手，你只能够用最宽松的角度来去做评估。你不要问太多的细节，因为一旦他真的有核武或者做起来之后，那整个局势就改变。因此，现在他如果可能会打的话，我觉得大概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针对核设施，要阻止你现在继续去发展，那这当然消灭这种未来的隐患。那第二个当然一种警告，但这个警告其实跟打击的第2种可能也是，他除了核设施，他会不会去打斩首？对，或者是军事设施，那这些作为跟打核设施一样，其实也在推动政权的改变，也就伊朗内部政权的改变。他不用地面部队，他用打核设施的名义，他用斩首的方式，然后推动伊朗内部的这种动荡，然后呢政权的改变。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要保护美军的基地跟以色列，这个也就是说在针对核设施上面他的这个评估。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回过来看当初去年6月22号。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可以说只能这样评估，打得不干净，对，一定留下了一些东西。那现在呢，又有重启的可能。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